不到24小时，印巴首都先后发生爆炸事件，有人正在暗中行动，想要挑起两国新一轮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老冤家几十年了，3天一小吵，5天一大打。但是最近发生一件事儿，那可真是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怎么个邪乎法呢？不到24小时之内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前后脚咣咣2声巨响，全都发生了大爆炸。哎呦喂，这事可不小啊！这俩地儿可都是首都啊，是心脏。那这下可好啊，整个南亚的神经都绷紧了。这很多人就在私下里嘀咕啊，这是不是有人在背后下大棋啊？这是要故意挑起这俩核大国再打一架吗？今天啊，咱们就从头到尾把这个事给捋一捋，看看这里面的猫腻到底有多深。咱们先说这第一响印度新德里，这一响动静可不小，这可是2011年以来新德里的核心区头一回遭到这么大的袭击。11月10号发生在新德里洪堡地铁站附近的汽车爆炸案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20余人受伤。这一下印度立马就炸锅了，全国的机场、火车站立刻调成了高度戒备，连美国大使馆都吓得赶紧发通告：喂，美国公民注意了没事别往人多地方凑，危险。按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得查吧，得慢慢查，搜集证据看看是谁干的。可是有意思就来了印度安全部门和他们那些媒体比谁都急，证据链那是什么玩意儿还没等这个调查人员把地上的弹片给捡干净呢，印度那边上下一口咬定就是巴基斯坦干的。印度的国家调查局直接定性这就是恐怖袭击。他们还说了炸的车上那个倒霉蛋是个克什米尔裔的医生，这个医生跟巴基斯坦控制区那个穆罕默德军有关系。你听听地点、人物、组织安排的明明白白但是您觉得这事就这么简单吗？这事蹊跷就蹊跷在太巧了。巧合一，就在新德里爆炸前几个小时印度的警察刚在隔壁的哈里亚纳邦查获了将近3吨的爆炸物原料，还有 AK-47，还有定时装置。你说这叫什么事儿？那边刚缴获了一大批作案工具，这边首都就炸了，这是什么？这是声东击西还是故意演给谁看呢？这巧合二也是最大的疑点印度那边嚷着说那个医生跟恐怖组织有关系，可是喊了半天呢，他们压根就没有拿出实锤没证据这个医生到底怎么联系的，什么时候联系的，资金哪儿来的，一问三不知。这就难免让人往深了想这会不会有人故意摆了个局这个刚查获就爆炸的时间点是不是有点太完美了？要我说印度这次急着甩锅给巴基斯坦那背后藏着不少私心。你得知道这个莫迪政府最近这个日子不太好过。就在5月这个印巴在天上刚干了一架，就是那场著名的印巴空战。结果呢，巴基斯坦一顿操作猛如虎6架印度战机全军覆没了。6-0这是一个惨案，这脸丢的那可真是啪啪啪的响。可是你在莫迪政府回国怎么跟老百姓说的？我们大胜，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事在他们国内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儿呢。那现在可好呢，首都被人给炸了。如果莫迪政府不赶紧找出一个外部敌人来背这个黑锅，那老百姓可得翻旧账了。喂，莫迪，你不是说你大胜了吗？你怎么连首都都保不住你说他慌不慌呢？所以必须赶紧把巴基斯坦这口黑锅给扣上。这第二个心病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莫迪执政后期这个印度的经济疲软都是客气的说法了。这个年轻人找不着工作，宗教冲突一个劲儿冒头。你想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都安居乐业，谁没事天天想着跟邻居打架可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不行，就业不行，内部矛盾还一大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转移矛盾这是老套路了。同胞们，虽然我们现在暂时没工作，虽然这个物价呢有点贵，但是大家看邪恶的巴基斯坦又来炸我们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只要把这个矛盾引向巴基斯坦，国内这些破事不就暂时没人关心了吗？所以这个新德里的爆炸案你说到底是巴基斯坦制造的恐怖袭击，还是印度某些极端团体自己搞的假旗行动？就是自己人炸自己人，然后栽赃给对方。这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这边新德里的硝烟还没散干净呢，还不到20个小时当地时间11号中午12点39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又传来一声巨响。这次是在G11区的一个地方法院外面，一个家伙身上穿着炸弹背心
砰一下引爆了，当场炸死12个人，27个受伤躺在医院里，据说好几个眼看着都不行了。后来才知道这小子本来是想冲到法院里面去炸的。你想法院里都是法官、律师、警察，那要是炸了，动静更大呀。结果呢，法院的安检还挺严，他没进去。这小子也光棍一看进不去了，他盯上了门口停着一辆警车，进不去是吧？老子炸你警车！他直接贴着警车引爆了炸弹，那威力大到把旁边好几辆车都炸得烧了起来。这下轮到巴基斯坦急了，新德里刚炸完，你们就炸我伊斯兰堡，这是啥意思呀？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阿西夫直接在电视上喊话：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可是伊斯兰堡10年来头一回发生这么大的针对平民的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赶紧查呀，那这一查呢，线索指向了谁？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 TTP。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该糊涂了，你等等，塔利班不是在阿富汗吗？怎么又跑到巴基斯坦了？这就是南亚这趟浑水里最绕的一环。这塔利班它分2拨人，一波呢是阿富汗塔利班，这会儿呢现在是阿富汗的正规军，是执政的。那另外一波呢就是 TTP， 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俩是啥关系呢？他们就像是穿一条裤子的表兄弟，意识形态、人员训练那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TTP 这帮人就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那些大山里。巴基斯坦这边说这次爆炸就是 TTP 干的，为啥呢？报复。因为就在爆炸的前一天10号，巴基斯坦军队刚挫败了 TTP 对一所军校的袭击，当场打死了24个武装分子。你打死我的人，好，老子就炸你首都。这套路太像 TTP 的风格了。一，专挑国家权力象征下手，比如这个法院2，最爱用自杀式袭击、炸弹背心。3，时机专选在军方清剿之后。但是这里面最麻烦是谁呢？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态度。你想TTP 这帮人就藏在阿富汗的地盘上，巴基斯坦天天跟阿富汗塔利班喊喂，管管你家表弟行不行啊？他天天跑到我家来捣乱。阿富汗塔利班怎么说呢？哎呀，都是穆斯林兄弟嘛，这个我们也在管了，管不了他那是管不了吗？他那是不想管呀。阿富汗塔利班把 TTP 当成了一个宝贝疙瘩，是他们牵制巴基斯坦一张牌。以前巴基斯坦还顾着什么穆斯林兄弟情，对 TTP 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回不一样了呀，炸弹炸到了首都核心区里这等于刀尖直接顶到了巴基斯坦的嗓子眼上了。各位朋友，聊到这儿，咱们把这2件事摆在一块看新德里爆炸不到20小时，伊斯兰堡爆炸，你真觉得这是巧合吗？这分明是有人在背后下大棋咱们来分析一下这盘棋谁有可能在下。第一种可能，印度莫迪政府可能打着借恐袭挑冲突的算盘我先假装被炸，然后把黑锅甩给巴基斯坦，只要巴基斯坦那边一乱他们就得分兵去应付 TTP， 还得防着我印度。那这样一来莫迪既能转移国内的矛盾，还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占点便宜。可是他们忘了5月份的0-6的教训里那真打起来他能不能赢还是两说呢。这第二种可能， TTP 和阿富汗塔利班这股势力， TTP 被巴基斯坦的军队给打急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呢，他们想靠炸首都逼巴基斯坦让步，而阿富汗塔利班呢就在旁边煽风点火。巴基斯坦你看你当年非要跟美国人合作，现在遭报应了吧？他其实就是想借着 TTP 的手削弱巴基斯坦。这印巴两国的恩怨那是从1947年分家那天起就没停过。克什米尔的领土、宗教矛盾、抢印度河的水，这哪件事都能引爆冲突。可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俩国家呢手里面都有核武器这俩国家谁也经不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巴基斯坦人均 GDP 还不到2000美元，老百姓吃饭都得靠印度河的水，那真打起来经济立马都得崩。印度呢看着经济规模大，可是年轻人失业问题到现在都没解决，一场消耗战就能把莫迪那个世界大国的梦打得稀碎。那现在最危险是什么？是双重误判。什么叫双重误判就是这个印度以为我搞点小动作，巴基斯坦肯定会认怂。那巴基斯坦以为我强硬反恐，印度肯定不敢真动手。这两边都被情绪和背后那些下大棋的势力架着往前走。这万一哪天真擦枪走火呢？美国现在想让局势平息，毕竟印巴都是他的棋子可是架不住有人不想让这事停
咱们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方，也得捏把汗呀。南亚要是乱了，咱们这条经济生命线也得受影响。所以说啊，新德里和伊斯兰堡这2声爆炸，它炸的不是汽车和法院，它炸的是南亚这片土地的安稳根基。那些藏在暗处的势力，不管你是为了政治算计，还是为了地缘利益啊，你们拿17人的安危当赌注啊，迟早要引火烧身。那接下来就看印巴两边能不能稳住气了。印度，你先别忙着扣帽子，先把你自己那个假期行动的疑点给查清楚。那巴基斯坦呢，你反恐归反恐，可千万别被情绪带着走，跟印度对骂起来。这把火啊，一旦烧起来，想灭可就难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这事儿你们怎么看呢？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